Hello， 大家好。加拿大统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5月份实际 GDP 增长了 0.4%， 明显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测。5月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制造业和批发贸易部门以及房地产经纪人带动的。良好的经济表现将推动加拿大央行在7月份继续加息。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一份报告称，1月份全国住房负担能力指数自2020年7月以来首次下降。这一指数较去年年底下降了 1.6% 至 59.5%， 也就是拥有住房成本占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59.5%。 这一数据每季度发布一次。尽管所有的住房市场负担能力都出现了一些缓解，但是包括多伦多和温哥华在内的几个城市仍处于全面的负担能力危机之中。这种局面的逆转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皇家银行认为住房负担能力没有太大的改善，主要表现在目前的负担能力仍然低于90年代的泡沫高峰期。总体而言，对于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和哈利法克斯的中等收入家庭来说，拥有一套住房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蒙特利尔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5至44岁的加拿大人中，有 65% 的人认为拥有住房对他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在25至34岁的人中，有 69% 的人这样认为。在18岁至24岁的加拿大人中，有 71% 的人这样认为。皇家银行认为，尽管供需关系仍然紧张，但是大多数市场要到秋季才会形成价格上涨的压力。房产价值的上涨可能会阻碍负担能力的改善，但是加拿大央行恢复加息将抑制需求反弹和房价上涨，从而使未来1年的负担能力保持在改善的轨道上。道明银行最新的报告又下调了他们的房产预测，这个已经见怪不怪了。最近2年，银行总是下调他们的房产市场预测。这份报告指出，央行的实际政策利率比他们之前的预测高出了50个基点。除了政策利率上升给负担能力直接打击外，央行更加强硬的立场应该会让购房者的心理降温。在今年早些时候，央行暂停加息，很多购房者认为加息已经结束，蜂拥入市。加拿大央行再次加息，推动房产市场进入下行趋势。道明银行预计，加拿大的房屋销量将在今年下半年下滑，部分逆转近期的强劲势头。在供应有限的情况下，紧张的市场会使加拿大第3季度平均价格增长保持正值，但是预计第4季度价格会略有下降。道明银行同样下调了明年的增长预测，他们预测明年销售和价格将略有增长。他们的理由是预计加拿大央行将于2024年第2季度开始降息，债券收益率也呈下降趋势，人口增长将继续强劲。而且即使失业率有所恶化，就业市场也会继续带来积极的收入增长。从这个报告来看，道明银行对房产市场仍然过于乐观啊。刚刚当选的多伦多市长周智慧表示，他的首要任务将是住房，一连说了4个住房，可见决心之大。在过去5年里，多伦多的人口只是增长了微不足道的 3.7%， 这是大多伦多其他地区的1半左右，远低于卡尔加里的 10.3% 和温哥华 8.6% 的增长。即使在蒙特利尔，很多反对96号法案的人都已经搬走了，但是他们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比多伦多更快，达到了 4.4%。多伦多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更低。人均 GDP 从2018年的59204加元下降到了2022年的58504加元，而唯一增长的是住房成本，自2017年初以来上涨了 20%。房价暴涨的理由是住房短缺，而实际上加拿大住房短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住房增长速度均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多伦多人口在2019至2021年增长了 1.3%， 也就是84480人。与此同时，他们的住房存量增长了 3.5%， 也就是61320套房产。这样一来，新增人口平均每 1.3 人就拥有一套住房。同一时期，温哥华的住房存量增长了 3.6%， 也就是28085套房屋，而同一时期的人口只增长了 2.1%， 也就是55655人。
新增人口中平均每 1.9 人拥有一套住房。事实证明，加拿大根本不存在住房短缺问题，房产投资者太多才是住房短缺的原因。在房价上涨的时期，投资者会涌入房产市场，而在房价下跌的时期，他们则会设法套现离场。因为在这一时期持有时间越长，可能就越无利可图，尤其是在利率如此高的背景情况下。来一起看一个例子，如果房主在2018年6月购买了一套价值100万加元的房屋，并以 3.44% 的5年固定利率支付了 20% 的首付，他的每月还款金额约为3968加元。到了5年后，也就是今年6月份，他只能以 5.64% 的利率续约，他的月供还款将会增长到4772加元，增长了 20% 左右，也就是804加元。如果在2025年或者是2026年续签抵押贷款的房主，他们会面临更严重的打击，他们的每月还款额将会比目前增长 20%至40%。对于浮动利率固定还款的房主来说，他们的还款额将增长约 40% 才能维持原来的谈销计划。近10几年来，加拿大人已经习惯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低贷款利率，他们都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看看近几十年来的贷款利率变化情况，就会知道近10几年来的低贷款利率完全是个例外，而不是常态。这种错觉推动了人们疯狂借贷，央行持续加息已经将一部分人推向了破产的边缘。加拿大5月份破产案件比4月份增长了 12.3%，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0.9%。目前的提案数量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远超过了新冠疫情之前的时代。几乎每个省2023年的破产增幅都比平时更显著。今年到目前为止，月度增幅明显高于历史水平，破产率呈快速上升趋势，而加息仍未结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